Hello，各位回到 Star Sea So Channel 的朋友们，大家好！感恩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喜爱，大家最近都过得还好吗？今日马起来看的大众占卜主题是2025年的整体情感运势。我们要看一下，在这个新的一个年度到来之际，我们在未来的一年将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感篇章呢？我们的整体情感能量是如何的？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呢？宇宙又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这则影片的朋友们。每一年的年尾呢 ，Starcy 都会跟大家一同来去推测下一个年度的整体能量是如何的，也会通过卡牌带给大家需要的讯息和一些提示和建议。那在这个时间点，往往我们都会一起来感叹时光飞逝，这个年度过得是如何之快速。大家是否有同样的感受呢？是否感受到我们的2024年时间在进一步的叠加速度，过得更快了呢？而在这个年尾到来的时候，首先我们要一同来给彼此最发自于内心的鼓励、支持以及肯定，然后非常的恭喜大家可以在我们的2024年闯关成功。那不管大家在今年呢面临了什么样的蜕变、什么样的发展和什么样一系列的变更，我看到有很多朋友你们在爱当中正在学习如何在灵魂和精神上自律和自立。我看到你们的灵魂正在变得更加的具有光环和色彩，你们正在往一个更高的维度进行着自我的淬炼。那你们的经验包括了爱的经验，也会同时发生质的飞跃。因此在这个能量发生变更的时间点，我们也要一起来预测一下我们的感情能量是怎么样的。希望可以通过这样的预测和连结，帮助大家做验证，也帮助大家做调理，帮助大家做整合的同时，可以更高的更快的提高我们的能量，在生命当中显化出更多的精彩。那在这里呢，也提前的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在新的一个年度当中一切顺利，心愿达成。非常的感恩跟大家相互陪伴走过这么多个春夏秋冬。那在今年的这个冬季到来之际， Sassy 也衷心的祝福大家，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每一刻的生命当中都体验到宇宙给予我们的爱和美好。你们是宇宙最美好最璀璨的一部分，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进入选牌之前的冥想环节。在之前的一段时间呢，Star Sea So Healing 的这个频道有可能我们暂停了一段时间这个冥想影片的更新。那在年尾到来之际呢，Star Sea 也会积极的投入我们这个冥想影片的工作，希望可以呢在对的时间带给大家更高频率的震动的同时，也帮助到大家做我们能量上的调理和疗愈。当下呢，让我们一起来通过声音震动的方式来进行能量的净化和讯息的连接。大家可以寻找一个安全的环境，在安全的状况底下，也可以闭上双眼。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和感受宇宙的声音。
大家，也感恩宇宙。我们今日的冥想部分就完成了，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做一个快速的疗愈、净化和连接。那大家呢，可以轻轻的呼吸，好，感受我们身体正在慢慢的发光，发出热量，感受我们的心轮柔和的光亮照亮我们所处的空间。好，大家可以缓缓的呼吸，慢慢的睁开双眼，来感受一下我们面前从左到右的3副组牌。我们今天要一起通过卡牌连接的主题呢，是看一下未来的一年新的一年当中，我们的整体情感运势是怎么样的。好，我们会跨入一个什么样的情感篇章呢？我们在感情当中将会有怎么样的发展和体验？宇宙又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好，我们最左边第一副组牌参照的天然石是一颗紫色水晶牙，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颗水晶它的色彩和频率给我们带来的讯息是怎么样的。这是我们最左边第一副组牌的参照天然石。好，我们中间的一副组牌，好，参照天然石是一颗白色爱心水晶石。我们可以感受一下这颗水晶石它的色彩、频率和振动是如何的，是否是和我们有链接的呢？好，这是我们第2副组牌的参照天然石。我们最右边第3副组牌参照天然石是一颗好黑灰相间的雪花石。我们可以看见雪花的痕迹在这一颗黑色天然石上形成印记。好，这是我们第3副组牌的参照天然石，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雪花天然石要传递给我们的能量和频率是否是和我们相对应、相连接的呢？好，哪一副组牌是跟大家最有连接的呢？哪一副组牌要是第一眼吸引到大家注意，想要触碰和翻开的呢？这又是我们的第一直觉，没错了。那如果各位朋友对于多副组牌十分有感应的话，也可以排一个优先顺位来听取一下当中的讯息，因为这是一个大众占卜，我们能量有可能会分散在不同的卡牌当中。选好的朋友们，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日的抽牌和读牌吧。选到我们最左边第一副组牌一颗紫色水晶牙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主题呢，是我们2025年的整体情感运势状态。我们看一下在这个年份当中我们的情感能量是如何的，我们在情感上将会有什么样的际遇，那宇宙有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起来第一组的朋友们。好，对于我们的一颗紫色水晶牙，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牌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第一组朋友我们的13号牌 Miracles and Blessings， 好，奇迹和祝愿、祝福。 Everything has its gift， 好，每一件事情都有它内在的礼物、内在的馈赠。我们可以看到风之女神正在风中虚空的境界当中接触每一片落叶。这个落叶当中呢，有可能是一个空间、一个场景、一个故事、一个际遇以及一个人物。那我看到女神正仿佛在释放掉一些旧有的，也正在扬手去接纳新的。所以在这个卡牌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宇宙对我们第一副组牌的祝愿和祝福能量是比较强的。在感情当中，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处在一个许愿阶段我们说许愿显化链接等等这些词汇可能在我们的灵性的范围和视野当中经常用到。那许愿是什么？是我们的发心和念头开始震动，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梦想和愿望，我们愿意积极的去接纳和实行。那在这个许愿要完成之前，我们有可能会经历一些改变的变动和蜕变的过程，也需要我们去进行深刻的内在疗愈。那我看到很多第一组的朋友在这个2025年当中你们在感情当中会遇见奇迹，这些奇迹呢也是宇宙和天使以及指导灵给予大家的祝福。我看到你们在感情当中不管过去经历过什么，你们都会学得到这当中重要的一课，有可能是让我们破掉某一个情关、某一个关卡，有可能是让我们去完成某一段业力当中必须的课题。
但是在新的年度当中，我们也能够在这些叶片当中看到啊，有无限的新的可能性。有些朋友你们有可能会去到新的地方，你们有可能会遇见新的人物，你们可能会进入新的时间地点啊，新的这个故事的章节。所以我看到一些朋友在这个25年里边，你们也会有一种身心灵全然舒畅，并且呢能够迎接你们人生新的一个段落啊，然后将过去的一个段落的经验和很多包括祝福的能量和指引的能量运用到未来，有这样的一个信号和信息。有些朋友啊，在许愿的过程当中，这代表了当下你们可以完全的展开你们的双手进行许愿，未来去迎接哪一个叶片，哪一个故事是你们的灵魂全然的愿意为你们安排的，并且呢，有一些意外之事和意外之喜，有可能会来到我们第一副组白朋友的世界当中啊。每一件事情都有它内在的礼物，也代表了不管是好的坏的啊，在表象上来讲，什么样的机遇，内在都有我们可以去感受到被祝福和感受到幸运的课题。所以我看到啊，你们的神经元和你们的整个身体在告诉你们，你们值得拥有新的啊，并且你们期望的基本上呢是容易发生的。那第二点，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astrology 啊，占星卡牌，我们看一下我们在2025年情感的整体能量是如何的。好，我们抽到的是 Ascendant and Libra。 好，我们看到的是上升天平啊。有些朋友是天秤座或上升天秤座吗？当然了啊，这个并不只是星座上的一个定位。我看到在新的年度当中呢，首先你们会更加注重你们的形象和社交，你们会展现出一种平和以及超然的啊，包括风的能量会在你们的身上有所体现。那不管第一组的朋友你们什么星座啊，你们会给周围带来美，或者是一种神秘感，以及一种和谐的频率和印象。对你们一见钟情的人啊，以及想要去接触你们的人在增加。当然上升在天平啊，本身上升也是我们为人以及做事的过程当中非常需要去保持的形象啊，也是我们的面具。所以当这个面具出现的时候，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会为自己制造更加精良的、更加美好的，以及更加具有美的深度的、美的维度的美好形象和美好能量光环。在新的年度里边，我觉得你们会全然一新、幡然一新啊，在形象上、气场上也会给周围带来与众不同的魅力。我觉得一些朋友你们的社交会给你们带来桃花运，有可能会给你们带来贵人缘。有些朋友你们在展示个人形象的过程里边，就会有更多的人啊发现你们的美好和发现你们的优点，进而呢愿意去接触和接近你们。有些朋友如果在稳定关系当中的话，你和伴侣的关系有可能将会变得更加平衡。这个平衡有可能跟过去不同啊，过去如果有一些让我们难过、纠结和在意的事情啊，我们面子上过去就可以了。而当下这一年度，你们有可能会翻新过去的一些价值观念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你们会追求外在的和谐，同时也会追求内在的平衡。当天平出现啊，我们也能感受到金星的气息啊，非常美丽的一个星座。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朋友，你们将会将外表和你们的个人气场建设的更有魅力、更加体面，以及更加有吸引力和人缘。那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一份平衡呢，也在你们的外在有所体现。更多的在这个年份当中，你们会走出去，也会跟人进行接触和交流，有可能也会有言语上的沟通，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转换大家的视野啊，让大家下意识的去关注你们的个人形象，关注你们的个人状态，以及经营啊你们的个人品牌和个人的声誉以及气场。这对于我们第一组朋友来讲非常重要啊，因为我们这边看到有奇迹和祝福。那这个奇迹祝福是否是在人群当中呢？是否会通过我们个人魅力和价值的体现呢，让我们更加升值，让我们的情感更加有质量呢？我相信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你们的答案呢，应该在心中是比较明显的了。好，下面呢，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 Tarot 塔罗牌啊，来看一下我们在2025年的整体感情运势。我们直接呢进入我们的主题，看一下这一个年度当中能量是怎么样的。我看到这个年度当中有一些朋友，你们在处理你们的问题或者公事啊，以及跟人进行交流和交集的时候，周围有可能会有悄然的越来越关注和在意你的人出现并观察你。我会看到有一些朋友在这个年份当中啊，你们会不经意的去吸引到蛮多的人对你们进行一些私下的关注啊、观察呀、观览等等啊。这边我们看到宝剑7号和宝剑6号。
我们抽一下我们的卡牌。看一下能量是如何的。Five of Swords, oh my god. Seven of Swords, Six of Swords, Five of Swords. 宝剑765号啊，已经出现了。我们继续洗一下 clarify 一下这个信息是什么。King of Wands， 有没有一种倒数啊？765432-1的感觉啊？谁要登场了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啊，权杖的国王马上就要登场了。我们看一下这个信息是怎么样的啊？权杖国王是谁？ Ten of Pentacles， 金币10号哎，恭喜第一组牌的朋友，在这一个年度当中会迎接到啊稳定的感情，亦或者是你们的正缘将会出现了，有可能深深的啊，有一些来迟，不过呢，永远都不会迟到啊。我们的这个权杖国王已经出现了。在我们的宝剑765出现的过程里边，我能够感受到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在很好的整理你们的状态，你们在不停的去调整你们的情感观念，有可能你们在调整你们的显化姿态和显化的中心状态，让你们处在一个活力、形象，然后个人的内在外在健康指数都非常高的一个状况里边。所以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在个人的成长关卡当中已经破关了。那感情里边呢，你们会出现非常异彩纷呈，让你们眼前一亮的人，而且对方呢他会占据主动权，有可能也会带给你下一个人生的入场券。比如说有可能对方会跟你一起去进行承诺，有可能对方会求婚呐，对方有可能会提议要不要一起来经营家庭或者经营你们的事业等等。整体的能量来讲是非常顺利的。我们第一组牌的朋友呢，有可能经历过一些暧昧，或者经历过一些对于人性的这个周围的人的认知和理解，有可能你们也在感情当中呢曾经如履薄冰过。不过呢，打破这一片沉默，或者让你们这个感情能够向前发展的机遇已经来临了。具体来讲，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已经在实现这件事情的路上了。不管大家的许愿是什么样啊，我看到在未来的4月啊，4个月过后，有更多朋友呢，你们在感情上将会遇见非常积极、拥有领导能力啊、乐观，然后且真诚的人啊，并且对方呢有可能有非常不错的事业基础，以及有可能有事业的目标和打算。那我认为呢，其实在这边我们看感情嘛，毕竟有金币10号，我们可以说，哎，这个人是他的事业不错，他有可能是从事金融行业管理，有可能他有不错的一片产业，甚至是比如说公司的合伙人呐，公司的管理人、执行人等等。但是我们单纯的看感情来讲啊，权杖国王的卡牌能量其实更加优秀。也就是说对方呢，他不管在实力来讲是青春派的年轻派，还是在成长派，起码他有潜力，但是在爱情上他具有非常强的活力和热情，以及经营爱情的决心和斗志啊，这个是我们最佳需要的。那我看到各位朋友，你们有可能也会遇见相对来讲强势以及有事业心、事业脑的对象。如果是男性朋友来到这一组，或者偏向神圣阳性能量的朋友来到这一组，我认为你遇见的人有可能在你的工作或者说你社交的场合遇见对方呢，会因为你身上这个与众不同的理解力和合作精神以及气质和魅力所折服。一样啊，第一组的朋友，我认为多少你们会是外貌协会的，或者说喜欢上你的人有可能也多少会因为你外貌这件事情为你加分。但是还是一样啊，在内在上来讲，我认为你们遇见的人基本上和你们的三观是相符合的，而且在感情上遇见问题，基本上你们不大容易去为周围的人事物所再度影响了。有可能一些问题你们会在内在和根本上寻求答案，并且呢，有可能两个人会重新的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念建立同样的目标等等啊，向前去发展一下我们的感情。整体能量不错啊，我们下面看一下这个其他的卡牌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啊？我们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些讯息啊、剧本等等。Six of Pentacles, Four of Swords， 我们的宝剑疯狂的飞出来啊！风象星座朋友会来到这一组啊，水瓶、双子、天平，这边有狮子座。好，继续看一下。我们看到力量牌和 Strength。 好，我们再度洗牌看一下能量是怎么样的。 Eight of Cups， 圣杯8号 and the High Priestess， 女祭司牌。好，你的爱情生活啊，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
当爱情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各位朋友是单身呢，或者说当下处在一个感情抉择稍显迷茫的状态，我认为宇宙在给你们一些任务去充实自我。其实你们的大脑啊，或者说你们的潜意识在不停的给你们带来非常积极和有能量的信号。我认为一些朋友在单身或者说在感情出现了一定魔力的当下，你们反而在调整你们的注意力，有可能你们正在去突破一些灵性上的课题，又或者是你们正在去连接天使，将你们的三维世界啊、物质世界和你们的个人实力呢，去更加稳定和稳妥。我觉得在你们付出的过程里边，我觉得第一组朋友其实你们是肯付出的，不过你们也很聪明，你们再去观察和了解啊，这些你们需要下注，你们需要去播撒的这个田地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质量？因此我看到，其实在这个命运发展的过程里边啊，不管你们遇到了感情上的坎坷挫折，还是说有一些你们意想之外的事情，基本上都是你们头脑和高我制定的注定课题。因为我们这边看到力量牌和女祭司啊，这些注定课题一定会让你们成长，一定会让你们忘记甚至是放下关于你们潜意识的一些情感纠葛，会让你们更加有一个明确的能量场和明确的方向迎接人生真爱。那这个地方呢，我们有可能也会去重新考量一下，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啊，每一个来到影片的朋友，你们的人生真爱到底是什么？你们会重新考虑。所以在这个2025年，有可能对于你们来讲，更加有质量的，更加让你们感受到积极、人生活力、激情。那并且呢，让你们的情绪可以稳定的人士啊，会加入你们的生命，或者说加入到你们的行列当中。圣杯8号配权杖国王，有些朋友是前世的感情，或者说这个人是你前世的另外一半，将会出现和你重合，你们之间有一个重要的约定啊，这个约定有可能关于家庭，有可能关于财富，有可能关于你们未来的事业，毕竟是金币10号嘛。所以我看到这一个人物其实他是非常举足轻重的。他的出场呢，一定是在对的时间，我认为对的时间已经到了，尤其是在我们2025年的下半年，从这个8月开始到12月，很多朋友你们将会迈入稳定的交往，然后你们在感情当中有可能也会过一些关卡，有可能你们会放弃过往的执着和在感情当中持续付出的一个恶性循环，这个循环当截止的时候，也代表了你们新的篇章的到来。有更多朋友啊，在当下，如果你们再去稳定你们个人的实力，你们再去稳定你们的个人能量，无疑啊，在这个前半年度或者说前4个月到8个月的时间，是你们要发展的高光时刻。我看到你们对于周围人的给予和陪伴，将会化成非常好的一个福报啊。还有一些朋友看到来到你们事业当中的人啊，真是有缘千里一线牵，他有可能来自于不同的国度，有可能是异地的人物，有可能跟你呢之前有着地理上的或者是身份背景啊、成长背景、文化上的差异，这样的人呢容易来到你们的世界，或者说你们的异地的伴侣或者情侣要来到你们的世界跟你们进行一个汇合了。好，这个汇合的消息呢，我们2张8号牌，圣杯8和权杖8号，也代表了时间呢虽然没有那么快，有可能有点拖延，但是呢却来得刚刚好。我看到你周围的人会更加支持你的感情，有可能会更加瞩目你的这个个人能量，包含你个人的实力，并且呢去尊重你们，并且通过协作你们的方式呢，让你们变得更加的稳定，能量场会变得更加的丰厚以及扩大。在这里我看到你过去曾经帮助过的人啊，在远方的人仿佛有思念你的迹象啊。所以如果有一些朋友你们在去连接旧人，或者说有一些旧有的缘分啊，还没有可以说没有实行和完成的话，在整个年份当中，宇宙会帮助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进行这个缘分的联动。我认为如果你们去祈愿过啊，祈福过，或者去拜过月老，月老有给你们准备这样的一个红线，所以这个年份里边啊，相信奇迹和相信祝福，我相信在你们的爱情里边将会出现祝福的信号。还是一样，我看到在这个年份当中出现在你身边的人是来报恩的，就是在前一世有可能你帮助过他，有可能你在前一世当中拯救过对方，或者说在这个过程里边啊，对方会感受到你与众不同的一种亲和力啊，这个好像是背后的一双手一样，在推向你们彼此走向对方的世界。这个年份里边呢，如果能量需要疗愈的朋友，可以先去做个人能量的疗愈。
好，如果在过去的感情里边曾经遇到过一些挫折和失望的朋友，这个年度是你们可以重新觉醒和崛起，进入人群啊，进行社交，然后有活力和有弹性的去进入一个情感状态的年份。大家呢可以慢慢来一些，因为我看到宇宙会帮你们做一个恰当的安排，而且这里边是有一些凑巧的。我看到一些朋友，你们有一些忘记不了的前任，忘记不了的人，他们没有离开你的世界他们会重新回归的，不过有可能是以另外的一种形式和另外的一种方法。所以你们在去连接一些不管是过去的人还是旧有的事件的时候，要以更宽敞的疗愈的心态。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之前曾经可以说积累或者说经历了历过一些情节，我认为这些节或者说这些过程都是在帮助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走向人生更高程度的丰盛，所以你们的灵魂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提升质量的。好，剧本上来讲如果我们正在单身的朋友，我认为呢，在未来的半年当中吧，我们讲比较具体4到8个月期间，很多第一副组牌朋友，你们将会拥有机会去出差，或者说走向一些新的社交圈，有可能周围的人会对你们瞩目更多，甚至呢更多人想要去跨过一些障碍去认识你们，去展现自己。我认为你们这边是有一见钟情的几率的几率还蛮大的。在这边我也看到，有可能你们的家人和友人将会促成这个感情的发展，这个感情是非常受到支持的。那会看到你的感情对象有可能要跨越一定的阻碍这边我们可以看到阴性能量和阳性能量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看到阴性能量在这一组偏向于女性朋友女孩子们，你的能量在今年度里边其实是一个疗愈好自己，可以重新再爱的状态。但是过去的付出或者说失去以及获得，会让你们多多少少积累一些既定的对于情感的想法。有可能在这个年度里边，你们会更加着重于实际，而且你们会观察着再去付出你们的感情。在当下我认为你们是有能力在爱的，但有可能你们需要一些时间。这个能量我觉得是很好很对的。那我看到阳性能量呢，偏向于男性或者说男孩子来到这一组的话，这个年度里边需要你们去敞开怀抱行动和信任这个世界。我认为不管是你的生活还是家庭事业，有任何的一个能量阻碍住你们千万都不要忘了周围是有助力存在的，周围会有人会来帮助你。如果我们在当下处在一个事业的转折期并且我们也在考虑情感这件事情的话，事业情感是可以达到双向丰收的。不过呢，这要鼓励我们第一副组牌朋友团结周围的人的能量。比如说工作当中我们也团结，有可能是更多的合作伙伴、同事、上下级等等。在感情当中呢，也不能一意孤行的将感情只丢弃在感情的世界我们在这边呢，感情上也突出一种行动能力和破关能力为什么事业感情可以双丰收？因为这两股能量其实是一件事情，对于你们人生完整幸福的定义和诠释。所以为了我们的幸福呢，第一副组牌朋友可以冲刺一下。我认为两个人之间虽然都稍显强势，在这一组里边是一种强强联合，有可能在个性上不大相同的一个感情组合，但是我看到是有真爱的体现和产生的。所以这个是需要一定时间的磨合，包括了你们需要让对方去理解，然后需要去更深入的了解，并且呢可以去同理我们第一组牌朋友的心情和心态。单身朋友他桃花在哪里呢？我认为是在工作和你的社交场上，或者说你们可以展示自己的地方。因此我看到很多朋友其实你们在这一个年度当中会有机会展示自己。有些朋友会说你们是停留在幕后的工作，或者说你们有可能当下还处在几点一线的一个工作状态。当我们能量场打开之后，你们会发现有更多的这个可以说维度的能量组合到我们的世界当中，因此你们可以去随机接收属于你们的，你们可以去跨行业、跨业界，或者说跨你们的固定的一个圈层并且呢，你们有可能在这个过程里边也会发现属于你们发光的点在哪里，有可能跟以前是不大一样的。第一组朋友的能量其实是蛮顺畅的所以我们在解牌当中呢，基本上给大家去可以说提炼吧，或者说去传达一些
对于我们第一副组牌朋友来讲比较正向以及非常疗愈的信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牌当中3张 Major Arcana 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这边有 Temperance 节制牌，这边有 Strength 力量牌，这边是 The High Priestess 女祭司牌。所以这3张牌代表了什么？专注、融合，然后耐心以及有自信，热烈呢，并且沉静啊，这几个能量啊，也可以去统括和总结我们这一年度的情感是什么样的。我认为这个年度当中，第一组朋友不大容易接受虐恋，或者说你们在被感情去耽搁掉。如果当下在稳定感情当中的朋友，你们也更多的会在感情里边接收到这个情感给你们带来的正向的提升、帮助以及收获。少数的朋友，我觉得你们会建立家庭，所以这边呢有金币10和圣杯3，也代表了有可能你们大家庭将会建立了，有可能2个人会组成一个更大的家庭，你们有可能会拥有后代，有可能是更多的家人呐，你们会拥有相对更加正向、更加和谐，甚至我看到在外界来看非常幸福和体面的一个生活状态和情感状态。那在这边呢，也祝福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所有朋友们。那我看到在这个年度当中，你们将吸引什么样的人啊？总体来讲，我觉得是有能力、有气场且有疗愈气质的人，有可能跟你们以前的这个情感际遇不大相同。一些朋友呢，你们有可能会在内在小孩的疗愈过程里边呢，去遇见跟你们能量相等的人。所以在过去，如果你们有一些经验是你们必须要付出，必须要通过某一种共情和同理才能够得到爱情，在这边呢，宇宙要告诉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你的世界里边有奇迹也有祝福。所以在这边要祝福你们，以及陪伴你们，以及可以去正向的理解你们，甚至支持和鼓励你们的家人一定会出现。这个像彩虹一样美好，并且呢知你懂你的人，有可能也是跟你的前世有非常强的一个连结，有非常深的一个约定的人。我看到这样的人物有可能会在你们的不经意比如说在你们的事业发展，在你们去搬家，在你们进入一个新的人生状态以及能量状态的时候翩然而至。在这边呢，也再次祝福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所有朋友。我们最后看一下建议和指引是什么？什么建议和指引要给到第一组的朋友吗？ Page of Wands in reverse， 权杖侍从的逆位。Wheel of Fortune， 命运之轮。这边呢 Hermit。有一些朋友最近你们会觉得人生仿佛把你们带到了某一种境界，在这个境界里边有可能你们会觉得孤独，你们有可能会有点厌世，你们有可能会觉得这个世界上不大能够出现跟你们能量相等和相似或闪烁的人了。因为我看到其实你们这个星轮和脐轮的光有的时候会有一点暗淡，你们会收藏这个能量去进行学习，灵性上的深入，自我的陶冶，以及对于这个人生的体察。当然这样的一个状态是我们人生当中固定的一个可以说是过程的循环也就是说呢，在一些朋友当下处在了某一些小小的转折和一些变革的过程里面，我们要沉淀和积累嘛。这个沉淀和积累我认为还有几个月就要完成了，甚至有些朋友在过去的这1-2个月期间，你们已经彻底的去完成了自我疗愈的课题，所以你们完全有机会站在更大的舞台上去展现自己。各位朋友，如果你们对于经济对于未来有一些不确定，有一些压力和顾虑的话Page of Wands 权杖侍从牌将变成权杖王后牌，就是说你们会找到你们的热情和热爱。有各位朋友会觉得我看到一些像彩虹一样美好的人，我跟他是否适配有些朋友你们心中有可能有喜欢的对象。我认为当你们的能量场提升和提高之后，你们会发现其实你和你喜欢的人，或者说跟你具有能量感应的人，跟你具有相等振动的人，一定会有一种相互去提升和相互去提携的状态。不管是怎么样，它的存在一定会帮助我们第一副组牌朋友提升我们的能量，让我们转身和变化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所以我也看到其实第一副组牌的朋友在未来的这8到9个月当中，你们也会有非常好的一个自我建设和自我开发，然后你们会更好的在这个过程里边去了解到你们的个人价值在哪里。如果有些朋友你们当下在单恋暗恋爱一个人在心口难开的话The Chariot 战车牌 Seven of Cups Star 允许你们有梦想。我觉得你们很美好
你们很美好啊，但是有可能你们要调整一下状态啊，让自己处在一个能量比较高潮的位置的时候，才愿意去展示这份爱。不过这份爱有可能也会让你们变得更加有方向感，内在有可能会更加安定，甚至你们会设置一个安全的港湾向它去航行。所以第一组的朋友，你们要允许自己处在或者说出现在某一个状态当中，因为我们在这个宇宙里边，我们有无限的状态，我们有无限的可能性，我们的累生累世其实是叠加的，才组合成为当下的我们。或者说过去心和未来心是不可得的，我们活在当下。因此我看到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允许自己去造梦啊，允许自己去有向往。我看到你们在感情当中愿望会成真啊，好像很多朋友你们喜欢的人其实是爱着你们的，但你们有可能非常害怕否决，你们有可能比较抗拒一些危险，或者说让自己失落和受伤的可能性，所以当下有可能还没有进行这一方面的太多的构画。我觉得这个机会将会在未来突然的出现，因为我们这边看到命运之轮牌，你的缘分啊是天成的，所以当一些朋友你们点击开这次的影片啊，你们有可能在考虑你们未来这个感情问题的时候，这个能量其实就已经生成了。在这里再次祝福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那我们在星座上呢，火象星座比较多啊，狮子、牡羊、射手座，这边看到有风象星座水瓶、双子、天秤座，有各位朋友偏向水象，双鱼和天蝎、巨蟹会来到这一组。星座只是一个参考，有可能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太阳上升和金星。好，最后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神谕卡在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讯息。第一张我们可以看到29号这个 Serendipity， 我们可以看到奇迹，奇迹在叠加和帮助我们显化，所以在未来你们会有突如其来的美景、突如其来的突破和突如其来的际遇啊。有更多朋友，我觉得这个机遇是你们的指导灵和天使呢为你们构画的，所以朝着当下的方向去走，有可能惊喜一般的你们会收获到祝福，有可能你们会遇见非常不错的人。在稳定关系当中的朋友，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张牌 Home， 这边呢我们有张金币10号对应这张卡牌，你们在这个年度当中会很好的建设你们的感情地基，包含在物质上，或者说在这个归属地啊归属感上，你们会有一个家园。所以一些朋友，如果你们当下是单身呢，或者说不得不一个人去生活，跟你们爱的人呢相隔比较远的话，没有关系啊，你们每一个人的内在都有美好的一间房子，这是你们的归属地。那我看到在这一个能量场上来讲，很多朋友你们也会有迁居啊、搬家或重新建设你们家居的可能性，比如说改变家居的这个装潢装饰，改变风水和内在构造。这张牌也有4号宫位的含义啊，回归和内在的安全感。所以这个年度当中呢，我们也要重新建立我们的安全感，甚至有些朋友，你们的爱情、你们的这个情感能量的建立，从你们的安全感开始。你们可以去布置温馨的家居，然后去添置一些明亮的可能是照明类的这样的一些设备。一些朋友，你们可以去种植花草，你们有可能可以去收集一些拥有美好回忆的珍贵回忆的一些物品等等当然这个收集和摆放我们也需要去调整一下。更好的能量是什么？就不管大家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在建设你们的生活，其实我们所处的风水空间就是我们自己，所以大家可以观察一下你们是否喜爱你们当下所处的风水空间。如果不喜欢的话，也代表了我们的内在需要一定的变革和改造，需要一定的断舍离和整理那这边呢，我们第一副组牌朋友可以在年尾和年初的时候去实心一下。有些朋友你们的家宅运和房地产运这个资产管理运是比较不错的。那最后一张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月相卡 First Quarter Moon in Taurus。 好，我们可以看到在金牛座的新月1/4月Release Control，放下控制我们这边有放下控制的讯息，这个代表了其实在整体的能量上来讲我们这个金牛的新月之后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强的能量，让我们呢在情感当中更加豁达、更加开朗，以及更加的可以说是臣服和接纳。接纳的过程是伸出双手伸出双手其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比较困难的就是我们可以接纳任何的一件事情在我们的手上衍生发生，我们可以去承接任何的重量和轻度这边呢 release control， 也就是说我们第一副组牌朋友可以放下
当下我们这个控制的心去臣服啊，轻轻松松的向前划你们的小船。那在未来这个阶段，大约应该是4到8个月之间，有更多朋友你们会在你们的3维世界，包含了生活、交友或者说相互的连接的过程当中，去遇见非常合适啊，像彩虹一般的人物。这边金牛能量和天平能量体现也代表了金星的能量作用在我们第一组当中，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打开我们的各个脉轮啊，尤其是在我们的这个脐轮和海底轮之间有一个声望的能量，让我们更加充满了可以说是啊，对于生命的热爱的能量啊，各种各样的自我展现和接受爱的欲望。有一些事情有可能会延迟啊，出现金牛和天平能量代表了这件事情不会很快发生，有可能你们的爱情会从朋友做起，有可能你跟家人之间的相处，比如他已经是你的另外一半了，要重新的从一个和谐的角度去建设。但是我看到这一年度并不是缝缝补补，也并不是将就和磕绊，相反的，宇宙会帮助我们第一副组牌朋友在感情上实践和经历更加顺利的一个过程。祝福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啊，一切顺利，在情感当中也拥有美好的际遇。宇宙来祝福大家开心、平安和幸福。我们今天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啊，非常感恩跟大家今日的共同连接和学习，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选到我们的第2副组牌一颗白色爱心水晶石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主题呢，是我们的2025年的整体情感运势。我们要通过卡牌来看一下，在新的一个年度当中，我们的整体情感运势是如何的。我们在感情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章节，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呢？宇宙又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2组的朋友们。对应我们的一颗白色爱心水晶石，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牌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16号啊 ，Love is all around you。好，我们先看一下信息啊 ，There is a love everywhere, all the time. Simply acknowledge this is truth. This as truth。好，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啊，爱溢满了所有的角落啊，哪里都有爱，或者说在这个时间也好，在这个空间的界面也罢。任何时候任何时间，爱都陪伴着我们。当我们简单的然后透彻的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当成一个生命的实相和真相，我们会去真正的实践和体验这一切。这个卡牌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女神有没有？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的人缘和恋爱运应该蛮不错的，或桃花源应该蛮不错的。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生生世世爱你的人，和你结合的，陪伴你的，跟你拥有美好精彩记忆的人在你的周围。所以在一个比如突破了这个我们这个3维时间的角度啊，在比如说更高维度的层级，第2个牌的朋友，你们拥有爱，你们实实在在的是体验爱和实践爱的人，而且这一切呢是你们的灵魂正在去造化和安排的。所以我看到第2牌的朋友，你们并不缺爱。如果一些朋友会说，我一直单身呢，我一直是比如从小是单身状态啊，没有经历过爱情，没有关系啊，这个恋爱等等是另外一回事啊。如果从主要的这个爱的层面来讲，你并不缺爱。所以一些朋友我觉得在恋爱这件事情上，或情感这件事情上，未来的发展是只要你愿意信任就会拥有，因为你可以拥有的是数不尽的不枯竭的爱。有更多朋友我觉得其实你们在累生累世结下了一些善缘，所以在这个这一世里边，有可能你的恋爱经历稍微丰富，或者说你会喜欢上一些比较特别的、比较有色彩的，或者说给你的印象和感受都比较震荡和激烈的人物啊，这个代表了他们是你的这个业力上的跟你有缘有宿缘的一些灵魂。我认为爱着你的人更多啊，相比如果是恨你的人，或者相比冤情债主来讲，这也代表其实第2组的朋友，你们身上有着天使和大地之母的能量。只要你们转动你们的裙摆，你们就会发现在你们世界里边奇迹一般呢，就会拥有爱，就会出现爱。当然我看到这份爱好像是用来体验的啊，也是给我们第2副组牌朋友带来一些心灵上的提升的。这边我们先看到是主牌，下面我们看一下副牌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看到了这个astrology 占星的卡牌，这边我们首先看到是 Pluto， 有没有？从行星来讲，我们看到是冥王星啊，这边在宫位上啊调出来一张牌，我们看到是 10th house 第10宫。
有些朋友在今年度经历过了一些职业上的突破和改变，有可能你们在换工作，你们跨了行业，你们有可能在又做一些突破性的项目等等啊，事业上的改变和超强的突破，甚至从冥王星来看，也有一些破坏和一些重生再生的一个能量。你们会更高的感受到啊，其实在生命里边，你们不管是这个事业经历、人生经历，还是你们的公众形象，你们内在的变化，其实是非常深刻的，或者说是非常绝对深层次的。整个这个冥王星给我们带来一个生死的调整和蜕变，然后有可能是革新之后，也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强大的突破性和进展。所以，朋友们，我觉得在2025年，从这2张牌上来看，你们的事业依旧是非常高光、非常抢眼的一个存在。也就是说，你们有可能会花时间、花精力去学习和搞定你们的事业，并且呢，在这一方面，你们的野心也将会展现和突破。当然，第10宫呢，除了事业以外，也有我们这种公众形象，也有我们在去做的一些跟社会、跟大众、跟多行业相关的一些事情。你们的感情有可能会发生在你们的转职搬家呀，或者说是跟新的，比如说合作伙伴、团队进行接洽的时候。其实冥王星除了破坏以外，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一种深层的业力和魅力。所以我看到还是一样，这个年份里边会有跟你极有缘的人，跟你有可能是重合、重逢，或者说是产生情感的链接在这个冥王星出现10宫的时候，也代表了让我们第2副组牌朋友首先着眼和考虑到我们未来的发展，并且呢，将爱情这件事情也当成我们人生非常需要经历的有趣的一个课题。我看到在这个当中，你们有可能会重新的去体验你们的生为什么这样的？重新感觉你们在活着，感觉你们在爱着，你们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感受到，去跨越一些情感课题，跨越一些难度的时候，你们的灵魂在用什么样的方式爱自己。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有价值、有含金量的2颗卡牌。当然，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 tarot 来看一下，我们在这个年度当中整体的情感能量是怎么样的。好，第一张我们看到的是 King of Cups 圣杯国王的正位。好， Four of Cups 圣杯4号的正位，看一下我们的整体能量是怎么样的。Nine of Pentacles 金币9号的正位。The Lovers in Reverse 逆位的恋人牌。好， Death in Reverse 死神牌的逆位。好，从这几张牌当中，我们能够看到能量是怎么样。当然，这边死神牌也对应我们的 Pluto 我们的冥王星牌。然后这边我们的圣杯国王对应我们的主牌，有没有？好，有人爱你，第2副牌的朋友你在爱当中，而且呢，我看到你们比较容易遇到的是前世的宿命伴侣，或者是神圣伴侣Divine Counterpart。而在这个年度里边，有些朋友可能会看到有恋人牌的逆位出现是不是有点大事不妙等等相反，我感受到这个爱情的能量其实是紧密的、循环的，而且拉扯也是比较强悍。我看到首先是如果在稳定感情以及有暧昧关系的朋友，这个年度里边你们的感情会深化和深入。有可能你们当下是有固定阻碍的，这个阻碍有可能就是金钱和现实条件，比如说2个人是有身份差、有年龄差、有距离差异等等，有可能你们在面临的方向不一样。但是我看到无论做什么样的选择，你们基本上都非常难以离开彼此。有些朋友有可能你们当下还是和旧人以及旧的一些事情有关联和连结。有位朋友会说，我当下仿佛在努力的专注工作，我已经离开这个人许久了。这个要关注和观察一下还有没有潜意识当中对待这个人的情感能量余存在那里。如果还是有的话，我们没有完成这个完全的进化，有各位朋友你们还是容易去走回一些跟旧人的连结当中。当然我看到有一些是因为相思，因为思念，所以没有办法去斩断这种连结，它会继续持续。我看到个别的朋友，你们在这个年度当中其实是有爱情的
选择的，但是金币9代表了你们仿佛想要独善其身啊，包括了圣杯4号，这也代表了你们其实在事业上有可能会遇见很大的转机、机遇和转折，你们有可能会专注于个人的修养和发展，你们有可能会忙碌于三维事业当中的事业呀，然后有可能是个人成长的投注等等。然后呢，将某一个人深深的放在心里，因为这个人也把你们种植在了心里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爱在你的左右，第2副牌朋友有人在显化你们，所以这个爱情其实当下有一半的局面有点被注定的感觉啊。当然了，其实我们生命当中的显化其实是关乎于个体的，就是每个人都是可以去显化你们想要拥有的。毕竟我们在三维世界当中看到的一切相都是通过我们的双眼，通过我们的感触进入我们的大脑，集合成像让我们去经历和经验的。所以你们想要经历什么，依旧是你们的自由，依旧你们可以去自由的去进行这一场组合，这场能量的可以说体验和构成和显化。当然我看到其实有很多朋友，你们当下其实还在一些感情的固定的关口里边，有可能还需要，有可能比较短的话是半年，比较长的话可能1年的时间来进行这个跨越。当然我们再往前看一下，各位朋友，如果你们是单身的话啊，这个年度里边还是一样有等着你的人在未来，所以你们有可能当下要搞定的和当下比较集中的是你们事业的提升和进展。今年度有可能会遇见一些桃花，似是而非的啊。不过我觉得你们基本上就是看一看就会转回头来，因为圣杯4号代表了这皆不是你想要的。而如果是你想要的话，我认为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会有一种天蝎特质比较明显的感觉，就是辨别，并且呢能够进入这个能量场，深入的去了解和体会这个感情，这个恋爱我们才能够搭建的起来。我们继续看一下其他能量是怎么样的啊。Prince of Swords 宝剑王子的逆位，宝剑6号的逆位，我们再抽一下啊。金币7号的逆位，我们再抽一下。Ace of Swords， 看我们这些牌飞出来啊，我整理一下。这边看到是塔牌的逆位，爱情当中，我们第2副组牌的朋友啊，你们在未来这1年度里边，有可能这个专注的重点还是在经济和事业上。如果是感情的话，我们看到如果宝剑王子配圣杯国王这个组合，你有可能会喜欢上跟你不同世界的人，或者对方和你当下还是一样，处在了不一样的一个状态上。比如他的事业、他的生活、他的目标等等不尽相同。而我看到有些朋友啊，圣杯4配宝剑6代表了在沟通上有可能有一定的阻碍，但是在现实的事件当中有一定的连接。比如说你们其实是有一些工作上的往来呀，有一些过去的一些纠葛呀，有一些经济上的事务上的绑定等等，会让你们呢继续去关注到对方。我认为这个爱情存在，但是这个恋人牌和死神牌逆位基本上代表了一种拉扯和虐恋的信息啊。所以如果当下在还是一样啊，固定的情感，或者说有一些朋友你们处在暧昧关系的朋友，需要去注意和了解一下这个状态，有可能短期不容易解决，随着现实条件的解决才能够得到一个真正的清理。并且我看到这个感情里边其实2个人所面临和面对的方向有可能不太一样，有可能一方呢需要的是无条件的爱，甚至在等待爱，而另外一方呢其实正在去着重于自我的体会、理解和观察，甚至自我的一些事物，有点我行我素等等。如果是单身的朋友呢，这个年度里边，大家要注意一下，你们容易遇见命中注定的恋人，你们容易遇见跟你们极其有缘但是容易拉扯的人。这样的人基本上在我们的情感事业当中会出现的，总会出现一次的。为什么？因为在我们可以说轮回啊，我们能量循环，业力累积到当下这个世代，我们基本上在过去都经历过非常多的就是人事啊，或者非常多的一些际遇，我们会累积一些业，而在当下我们会通过这些业去调整我们的认知，去进入这个三维世界的体察，所以我们要经历的东西肯定是更多的。而且这个固定的情感课题啊，在我们的眼前，其实它是一个漫长的课题，我认为它并不是那么简单的花一点时间就可以跨越。原因在于这个其实挑战的是我们灵魂的深度和广度，有可能这个人会真正的让我们去体验和理解到什么是真爱。真爱啊，
恋人牌的逆位，有可能会在有的时候我们很晕船，有的时候不那么晕船的时候，恍然的知道我们的诉求是什么，也有可能在跟人的接触当中深刻理解到对方的品行啊，他的喜好啊，然后他的认知之后，也能够去选择无条件的爱。那这个其实是在我们人生当中非常需要去，以及非常有价值去寻觅一下的。所以 Ace of Swords， 我认为一些朋友在未来的10个月里边会继续的进入感情的这个课题里边进行深入的觉察，并且呢，一些朋友如果你们已经做好这个断舍离的准备，你们当下刚刚分手，或者说难道我的下一段恋情又这么纠结和纠葛吗？那我认为呢，这个因人而异啊。如果一些朋友你们不喜欢去显化这样的一个过程和故事，你们需要在感情当中谨慎的进行选择，因为我觉得其实你们还是比较容易遇见这样的对象，有可能是课题未了，有可能是缘分未尽，也有可能是这个人在非常努力的显化你们。我们看一下啊，进而有什么样的更加重要的讯息需要我们知道呢？关于我们这个一个年度的感情啊，有些朋友有可能会有一点惊讶，或者说会有一点害怕，没有关系啊。The Empress 皇后牌，看一下有没有我们需要知道的讯息啊。The High Priestess 女祭司牌，国王牌，这边是什么 ？Seven of Wands 权杖7号。我们看到国王配皇后的组合啊，宝剑3号的逆位。好，第二组朋友不必担心啊。这个年度起码在这些牌当中我们能看到一个保票，这个保票是什么？首先你们有感情可谈，就是一些朋友你们是容易脱单的，或者说呢跟你呢可以去可以说体验这个感情课题、感情经验的人会在这个年度当中衍生和出现，但不一定你们会那么快的走到一起啊，因为我们在上面看到的一些拉扯或现实条件不允许的卡牌，或两个人都忙于工作、忙于事业，暂时没有办法去选择承诺和约定的卡牌。但皇后牌配国王牌其实是一对神圣伴侣，我认为你的神圣伴侣呢是非常容易来到你的世界的，你们会第一眼觉察和感受到对方。第二点呢，能够感受到我们的感情是非常需要强联合的。比较好就是我们看到 Empress and Emperor 神圣伴侣啊，一双一对人的出现，但是我们这个卡牌是有距离感的，我们的王后在左边，国王在右边啊，这个其实说的就是有可能在感情当中我们需要尊重对方的成长和对方的体验值，给对方以时间去进行感情的深化，在对的时间进行结缘。所以我觉得这个年份里边一些朋友是相互等待、相互去发展和成长的一个趋势。这边我们看到国王牌上面有宝剑1号和恋人的逆位啊，有可能一些阴性能量的朋友你们会遇见的比如说男孩子或者说对象啊，不管对方是男生女生，相对来讲比较果决一点啊，有可能对方他当下比较注重个人的发展和能量的收集及累积，或者是赚钱3维世界当中比较客观的这个部分。所以我看到有一种爱你在心口难开啊，很难去在言语上给予你比较多的支持和关注，但你们之间的爱呢却是无声的，以及你们的爱是灵魂层面的。这个当中能够体现出除了神圣伴侣以外，还有一些是双生火焰，这个是比较少的，有可能20%。然后左边这边我们看到皇后牌呢是配有圣杯国王和宝剑骑士牌的逆位的，这代表我们这一组牌的朋友其实是有桃花运，并且你们是有人爱以及有人想要守护的。不过这个人有可能相对来讲比较木讷，或者是能够入你眼帘的人，相对来讲他有他的优势和优点，但是在感情上来说，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给对方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并且呢让我们自己能够在这个爱情当中进行成长。这个年份里边也能够感受到不少朋友其实你们在变得更加成熟。我不知道来看我们影片的朋友啊，当下你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年龄层级啊，一个什么样的成熟阶段，不管是年轻的还是我们已经非常成熟的朋友，整个年度里边其实你们对于爱情的观念和理解将会变得更加深入和具体。有少数朋友我觉得你们在明年的6到11月啊，会遇见这个命中注定之人啊，勇敢追爱，但是有可能两个人之间因为现实条件和差异，需要互相等待一下。有可能你们多少也会收到一些非常实际的答案，比如说我现在还
不可以，我们之间要先做朋友，或者说我很支持你，很爱你，但是我有可能对一些事情没有办法。不过我看到啊，不管对方在言语上是怎么表达和怎么表现的，其实你们的真爱会通过时间去被显化，有可能对方也会通过时间去理解什么是真爱，而你们能够收获的其实是灵魂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成长的课题，就是守护自我和守护爱情其实是一样的两件事情啊。首先，第一件事情是守护好我们自己，用一样的方式也去平等的爱对方和体谅对方。这一样两件事情呢，需要分层级和分时间，一步一步来。不过千万不要忘记了，你们在爱当中，你们在被观察、被体谅、被呵护。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在这一组里边，你们在被默默的爱着，有种被暗恋的感觉。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个爱的能量没有流动呢？主要来源于前世我们要做的一些功课还没有做完，或对方他有一些固定的功课没有做完，他在去应战或者说迎接一些打击和考验的过程当中，在爱情里边反而显得更加脆弱和薄弱。我认为第二组的朋友啊，此情可待，你们在这个2025年当中，有可能会在晚一点的时间点收获到真爱的，比如说回归，或者说真爱给予你们的肯定啊。我们这边看到权杖的卡牌，权杖王子的逆位，权杖2，权杖4，也就是说在比较快的朋友，如果你们已经经历过这一套了，那就是在明年的4月到6月之间，这个课题潜在意义上来讲容易被打破，但如果要花一点时间的话，有可能要穿越过这个年度，在我们的11月到明年的4月之间，一些朋友的感情是可以落定的。这个落定我看到的是有可能是成为承诺关系，有可能是被求婚，有可能是结婚，或者说进入到彼此的生命、彼此的家庭当中了。权杖4号其实也是感情当中能够稳定和有展望性的一个卡牌，所以我看到很多朋友在这个年度，有可能你们会觉得哇，感情有点不尽人意啊，我焦急和想要去安排的一些事情，它往往没有达成，但是反而我们可以站在一个其他的角度啊，新的角度上来考虑，是不是宇宙想要安排更好的、更圆满的结局给我们，而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做的是什么？只是相信爱、信任爱和强大我们自身就够了。看一下还有什么的意见和指引给到我们啊。还有看到一些朋友虽然来得晚一点啊，但你爱的人一定会来到你的身边。这个是宇宙给你们啊，就是说制定的美好的一个真爱的剧本。因为我们这边看到女祭司牌有没有？这个剧本其实已经生成了啊，在这个水里啊。好，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信息要给到我们。如果在稳定交往当中的朋友呢，我觉得今年当中主要面临的是双方的事业问题、经济问题啊，所以这个情感剧本在这个年度当中的发展，多少啊，因为生活的琐事啊，我们会有点跌宕起伏，但是我看到感情还是趋于一个稳定状态的，也是一个丰盛状态的。好 ，Devil in Reverse， 我们看到啊 ，Ten of Pentacles 很不错哎，历尽了可以说是千帆，然后我们也有可能经过人生的一些求索。最后呢，能够到达一个幸福的节点，然后再向前发展。所以给大家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暗示啊，很多朋友在明年开始，你们会面向正缘，你们的感情有可能会到一个新的台阶，你们有可能会和彼此建立，不管是家庭还是共同的事业，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会有这种升级成为父亲母亲的消息。不过任何一个经历都代表了你们的灵魂的质量在提高，你们在显化的美好的程度都在增加，你们可以穿越过去的可能性，让你们的爱情更加有质量，并且呢向前走的更加的稳定和更加的隽永。幸福的累积呢，有可能要从一毫一厘开始啊，让这个量变变成质变。而给大家一个比较固定的时间点啊，就是明年的下半年当中，大家的感情应该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稳步的发展的趋势。如果一些朋友还是一样啊，你们走的是或者说你们的这个发展和运行是更快一步的，那在明年的还是一样啊，6月左右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是不是啊你们在等待的人，或者说你们的感情已经出现了一个向好发展的趋势。各位朋友，你们在复合，或者说你们的感情在通过复合而升级，比如说变成一个更加稳定和牢靠的关系啊，相互愿意去提升彼此，然后进入彼此的世界。如果是单身的朋友的话，我认为这个人的出现其实是快的，但是你们的感情发展有可能要慢一些。不过
我看到在这个过程里边，你们除了等待爱情之外，自我的提升值也非常的高，有可能这个爱情会成就你们，所以我们也感恩啊，感恩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情可以来到我们的人生，让我们在个人的磁场和个人的能量上不断的升级，然后我们的体验度呢将会增加几个维度，变得更加立体啊。简单的认知到啊，爱包围我们是一个真相的时候，有更多朋友，无论你们经历的这个人他到底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人生里边，我们都会喜爱、感恩和愿意更美好的去显化它。这个就是显化的实相和就是我们这个在三维世界当中修心的真谛嘛。好，最后看一下建议和指引牌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啊。好，首先第一张我们可以看到17号，这边是16号到17号两张牌啊。Inner peace， 我们可以看到内在的和谐。然后我们第二张看到 well-being， 有没有 inner peace and well-being， 内在的和谐以及一个美好丰盛的生命周期。所以我认为呢，在最近这个阶段，如果是单身的朋友的话，你们大可以充实自己，在这个12月到1月之间稳固你们的健康，照管好我们的气色，我们的发肤然后呢，我们可以很好的去建设我们从内在到外在的一种丰盛和美好。这边呢，我看到你们的周边就有悄悄喜欢你们的人啊，有可能在慢慢的放慢脚步进入我们世界的过程当中。我也看到有很多第二组的朋友，你们的知见正在提高，你们在变得更加有智慧，更加耐心和更加懂得如何学习和沉淀自己。你是值得的，然后你是足够的因为这边我们看到 inner peace 里边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 I am enough you are enough， 就是你是足够的，你拥有一个宇宙，然后你当下的这个认知、感受和正在显化的过程，全部呢都是成功，而且是一个立体的成就的累积。你的世界就是一个宇宙，你就是一颗美丽的星球。所以当你恒久的去闪现这个光芒的时候，当你很好的照管自己，让自己重新发光的时候，你们完全可以去信任在未来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伴侣他会出现。这个肯定不是对我们第二组朋友这个催眠或者说一组成功学的宣传宣发等等这个我看到在卡牌当中其实是非常实在的体现出来的信息。然后第三张我们的月相卡告诉我们的是摩羯的满月Full Moon in Capricorn， 这个时间是什么？是我们巨蟹这个7月的满月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卡牌的信息是 Take a reality check让我们看一下这个现实是什么样的。那我看到在未来这半年当中，有更多朋友你们将会实实在在积累你们的个人实力和个人魅力，而且有可能当你们有这个条件有这个资质去进入一段稳定感情的时候，你们会发现一切的能量全部都具备了，我们有可能可以一步到位直接我们就是一个天长地久王子和公主幸福的生活在一起。那并且呢，这个时间点我们也可以明确的给到大家，6到7月之间你们将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有更多朋友我觉得你们的感情会落地的，如果之前是一个遥远的恋爱，是一个在无维度的恋爱，你又感受到对方但他不在你的世界里边。有各位朋友有可能这是一个异地的恋爱，两个人有可能没有办法在同样的空间里边生活和感受到彼此，这一切将会随着宇宙给予我们能量的这个持续的注入而落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地女神有没有在大地上滋养我们，让我们 well-being 很美好的生活，很美好的去充实自己。我们也可以非常实际的去落实我们的爱情落实我们的婚姻和情感以及家庭。所以在明年很多朋友随着我们这个冥王星进入水瓶，你们的生命将会有一个质的蜕变和飞跃。但是我看到这个质一定是非常好的质量，而且呢它很耐久有可能在未来的20年会恒久的发展，然后给我们带来持续源源不断的能量的累积以及能量的充实。这边祝福我们第2副组牌的朋友还有第2排的朋友，你们和满月的连接是比较强的，所以可以在满月的时候去进行你们这个比如说负面能量的洗礼正面能量的一个提升和显化。首先这个充电是充我们内在的各个脉轮充我们的个人能量的。当我们个人能量得到一种补充，大家这个衣食住行我们这个身心灵状态都平和和良好的时候，你们不论是在事业和感情上都会有一个还是一样质的突飞猛进。如果一些朋友你们觉得你们在
就是有情以上，恋人未满，总是在爱情的门口在徘徊的话，明年很多朋友你们将会发现啊，感情将会在你们事业当中实实在在的产生，并且会给你们的事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影响正面影响和推动。所以祝福大家这边呢一步一个脚印，哪怕有的时候我们要一个人坚持一下，但是这一条路呢并不是没有意义且只有孤独的，这个当中有万般滋味可以让我们去体会，也可以让我们去成长。在这里再次鼓励我们第二副组牌的朋友我们一起加油，祝福大家在新的一个年度当中也是开心平安幸福的，情感圆满，并且拥有更加美好和丰盛的更高程度和提升质量的体验，你们是值得的啊！在这里再次祝福大家和感恩大家今日的共同学习。我们随着卡牌看到这里，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选到我们的第三副组牌一颗雪花石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要一起来看的主题呢是我们的2025年的整体情感运势。我们看一下在新的一个年度当中我们的感情是如何的，我们在感情的这个发展上和能量上将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宇宙又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三组的朋友们。好，整体运势啊，我们用了一套蛮久不用的神谕卡。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 Whispers of Love， 我们看一下神谕卡在告诉我们什么。虽然蛮久不用，但是依旧能感受到神谕卡的温柔和能量啊。我们看到是18号 Embrace your emotions 拥抱你的情绪和情感。我们看到独角兽正带着女孩在天空中翱翔，在看星星然后在互相的陪伴以及给予对方呢最高程度的疗愈。这张卡牌在告诉我们 Allow your feelings to surface and be accepted， 好吗？允许你的情绪和感受允许你的感受浮现出来和被接受。所以我看到很多第三组的朋友你们当下有可能处在一个单身阶段，或者说单身有一阵时间了。如果在这个稳定的情感当中的话，你们应该也正在选择如何独立，就如何从一个比如说双人的或者说亲密的关系里边能够去找到自我发展的空间，自我疗愈的空间。有更多第三组的朋友，我认为你们在一个治愈期，不管是治愈内在小孩还是治愈对于过去情感当中的这些体验情感当中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伤痕和伤痛。每当独角兽出现的时候其实都代表了我们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来自于比如说遥远的其他的星际，你们有可能是宇宙的小孩，你们有可能跟高次元和高维度有着神圣的连结，雷声雷是有可能有着你美好的强大的指导灵在为你撑腰为你冲锋陷阵。所以这边呢，首先先祝福我们第三副组牌的朋友可以当下去完成我们这个重要的疗愈阶段。你们是拥有翅膀的，你们是拥有无限的可能性和创想性的，你的顶轮非常打开这是我们的主牌。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副牌，我们这个 Oracle 这一套是 Astrology 占星卡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抽了2张这个小行星一张是 Chiron 凯龙星，我们一张是 Aries。 好，这2颗星其实是可以说是相等能量嘛，感觉到这个能量没有？这个色彩也差不多给我们带来这个讯息是什么？就是在我们灵魂的可以说是光没有照见的地方，也可以说是在我们心底莉莉丝存在的地方，我们都有一层怨恨，我们都有一层比如说不和谐。那这个 Aries 是希腊神话当中掌管不和谐的女神拥有不和谐的时候，我们就拥有什么？凯龙星治愈的能量。所以呢，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在未来这个年份里边，你们会极力的致力去治愈我们这些内在的不平衡、不和谐以及怨憎会。你们在能量上有可能会来到一个新的比如说平台，或者说新的一个状态里边，有可能你们会感受到有一些情绪的来源是什么，因为我们开始让我们这个 feelings 感受表露出来，并且呢也让我们这个感受被接纳了。所以这个过程里边你们会更快速的去愈合内心当中的一些待解决、待处理和需要被疗愈的部分。那疗愈的意义代表什么？当然是让我们更加健康，让我们的能量更加饱满，让我们的显化更加有作用。在这个三维世界呢，我们可以更多的拥有属于我们的经验和美好的旅程。所以这边我看到2025年其实是一个完整的疗愈之旅。有更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将放下一些旧有的，不管是在感情上还是在生命当中经历的一些不和谐，或者经历的一些不公平。我觉得独角兽会带你们飞翔所以应该会有这种拯救你们的人或拯救你们的灵魂来到你们的世界。你们是值得被爱和被看见的。
有更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可以去开始袒露自己和展露你们的心声了，因为你们是被保护的，你们是安全的。下面呢，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牌啊 ，Tarot 在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呢？关于我们这个感情啊 ，Queen of Swords 第一张就宝剑王后的逆位啊。一些朋友在断舍离吗？一些朋友当下在寻求自由、寻求独立吗？独角兽啊 ，Unicorn， 我们能感受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啊。下面我们看到的是哇 ，Knight of Swords， 宝剑骑士。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信息是什么？关于我们未来这一年度当中的情感。Three of Pentacles， Six of Wands， 权杖6号，逆位。我们再看一下。哎，我们的卡牌飞出来，我们再整理一下。好 ，Eight of Swords， 我们要 clarify 一下这个 Eight of Swords 在告诉我们什么。Ace of Wands， 然后这边一起飞出来是 Nine of Swords in reverse， 逆位的宝剑9号，很好。首先，我觉得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在点击这个影片的时候，如果是单身的朋友的话，有可能你们会想啊，我现在还蛮 enjoy， 蛮喜欢这个单身状态的，我这一年会不会脱单呢？我需要让自己继续单身吗？有可能有诸如此类的一些信息出现啊。比较美好的就是，不管选择继续单身去发展，还是选择重新有突破，我要恋情来到我世界的朋友，你们都会在这个年度当中得偿所愿。你们会通过你们的方式去显化和探索。单身的话，有可能会依旧美丽啊，美成一道光，美成彩虹。有没有我们看到这个潇洒又充满了能量场的这样的一个讯息啊？你们是自由翱翔在天地之间的，而且呢，可以鏖战群雄。所以我觉得你们有可能在个人的发展上也会有突如其来的一些机会和转变。那如果一些朋友你们已经打算结束掉一个单身的阶段了，结束掉这个循环了，我觉得有可能在明年的4月开始，这是一个开始你们将会重新的融入这个世界。为什么要这样讲呢？我看到有一些朋友你们当下其实选择的是一个阶段的隔离，一个阶段的能量的回收和停滞原因在于什么？我看到你们在致力于治愈自己嘛，我们刚刚所讲。但是呢，比较美好的就是你们会突出重围，你们会打破旧有的一些不自信和限制性的一些理念，然后会建设一片新的你畅想的、你显化的这个蓝图，或者说是国度。所以你们看到的、接触到的、你们感受到的，基本上都会是新的。在明年当中也会有新的人事物涌入你们的世界，而且我认为这个是第3副主牌朋友，你们是被动的，你们有可能呢正在去做着一些什么关于你的事业，关于你的发展，甚至关于你的交友关于你的这个人际关系的梳理。那这样跟你相辅相成的人就比较容易出现。我也看到有些朋友你们会离开一些跟你不合适的人。这个3维世界当中完全的合适有可能根据我们的因缘业力有，但是在当下这个世代是极其少数的，所以我们致力于在关系当中呢进行某一种磨合和自我的成长，以及信息的提炼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让我们的灵性或者让我们的智慧可以得到空间去蔓延。那在这个年度里面，我看到一些朋友，如果你看到一些人不是你喜欢的，或者一些行为言行不是符合你能量的，我觉得你们会轻松快速断舍离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无情，这个当中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个情感和情绪的累积，造成当下这个状态来自于什么？你们已经忍了很久了。所以我认为其实第3组的朋友你们在未来这个年度当中会独树一帜的去展现自己，你们会致力于去做自己，你们会去战胜先天的或者是后天的一些挫败感和不配得感。然后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会接触到一些其他行业，或者说其他的业界当中的，或者说你世界以外其他事业当中的一些新的人，有可能你们的事业的转化转变和迁居等等。我看到有些朋友在4月左右会迁居也会帮助你们去了解和体察到这个世界当中一些不一样的族群，一些不一样的人，他们有什么样的感受。我看到你们其实在光闪闪的去展现自己的同时也在让自己去变得更加自由。所以爱情这件事情是你们的自由，
如果当下你们在被你们的情绪、感官，或者说你们的这个情感状态所困惑住的话，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会打破这个困惑，你们会打破束缚，你们会建立一个新的自己。所以有些朋友有可能在过去几个月或当下也正在分手和断联当中。但这当中有没有复合的信息呢？我看到其实第三组的复合信息是比较少的。我看到有30%到40%左右的朋友，当下如果这个感情还是处在一个比较深的牵涉和纠葛里边，如果你们有这个信心去重新建设它，你们有这个期望去重新建设它，首先你们要重新疗愈自我，也疗愈对方啊，通过能量的方式啊，去进行一个相互的疗愈。当然，我们这个并不需要在三维世界过度的努力啊，我们要首先照管和照顾好我们的情绪和感受。并且有可能在未来的3到4个月当中，大家会看到有新的机会，可以让你们重新拥有那个可能性，打开一个新的单元。下面我们看一下其他卡牌在告诉我们什么。好 ，Two of Wands 权杖的2号。Ten of Cups 圣杯的10号。Nine of Pentacles 金币9号。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再抽2张牌看一下整体能量怎么样。关于我们2025年的感情运势。好，我们看到 Three of Cups 圣杯3号。好，我们看到了一张啊，应该是 High Priestess 女祭司牌。这边这张呢是 Knight of Pentacles 一起飞出来，金币骑士的逆位，跟我们第2组的能量有一点相同，不过呢，在细节上，对，然后在这个统合能量上来讲是不一样的，所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信息是什么？2025年的感情，首先我看到有很多朋友，你们在致力于打破过去的这个结界和封锁啊，所以你们会广交朋友，或者说你们会拥有新的爱好，通过这个爱好拓展你的世界。所以这个世界你们将会发现呢，在更高维度的角度来讲，这个世界其实更广阔的，而且你爱的人以及爱你的人啊，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甚至指导灵的方式啊，会作用于你，让你感受到其实自我能量在发生着一种圆满和一种扩张。这种扩张也会提升我们第3副牌朋友的一个知性的体验，就是我看到你们会想要学习更多，你们想要拓展更多，甚至在事业上也会出现一定的不满足感。然后这样的一个状态也会帮助我们第3副组牌朋友啊，是帮助金币3圣杯3建立新的团体啊、团队啊，跟更多友善的人结善缘，并且呢共同协作去打破一些旧有的，比如说不丰盛、不满足，或者说打破一些旧有这个事件的拖延和累积。我觉得第3组朋友你们能量很爽利，而且你们很知道自己要什么，目标比较明确。如果有些朋友会说我现在还不知道我要什么，我好像还没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未来的3到4个月，当春季到来的时候啊，我们在3月尾迎来的是春分。当这个春分到来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一些与众不同的感受？有没有出行的一些计划？有没有一些突如其来的邀约？当女祭司和金币骑士出现逆位的时候，我看到你们有可能会在新的团队团体当中，或者说啊，这个也有一部分朋友是旧人，然后出现一定的暂时性的纠葛。但是我看到你们仿佛啊是女祭司和宝剑骑士，稳稳的、端端正正的坐在你的坐骑以及宝座上，你在俯览这一切。所以我觉得第3组的朋友基本上有一种不太容易入爱河的状态，就让你晕船的、让你头晕的、让你上头的人，其实在这个2025年并不多，但是一定是跟你有能量连接，有可能会给你打开课题，有可能会对你的事业和人生有一定帮助或者一定认同感然后这样的一个潜在伴侣的角色。为什么是潜在呢？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的人际关系和人缘会变得更好，你会拥有更广阔的一个见知，比如说你的事业呀，或者说你的交友啊，你的爱好和兴趣，甚至是你的亲族啊，会帮助你让你的世界变得更加丰盛。所以你们见到人、遇见人和跟人交谈的机会会变多，因此我觉得你们有可能会
把感情这件事情放在第2个或第3个优先顺位上。那第一个是什么？一定是自我的开发和扩展。我看到新的能量到来的时候，第3组的朋友，你们的天赋和才华容易被看到，你们容易被更多的人喜爱和追捧，你们容易更多的是出差和远游，以及接触不一样的文化或者不一样的一些哲学呀、宗教之见，然后让你们呢可以更好的去在3维世界扩展自己。金币骑士出现逆位了啊，这边有一个人在默默喜爱着你啊，然后我看到这个人呢，他有可能是新的人，但有可能对方的行动能力和自信心不足。对的，这个年度当中你们遇见的对象有可能也会有一些自信心不足的原因，或者说现实条件，比如说对方和你是工作关系啊，对方和你有一些距离感啊，这跟我们第2组能量有点相似。但是在整个的这个能量里边，我看到第3组的朋友，首先是你们与众不同的改变会让很多人看到你，这当中一定有非常喜欢你们的人。但是呢，我看到你们对对方的喜爱程度和关怀程度、关心程度其实是在下降的。为什么？因为当你们越来越专注于你们自身，当你们看到了自己的自我的可能性，当你们疗愈了自己，疗愈了一定的纷争和不公平之后，你们会发现啊，你们的这个 feelings， 你们的感受其实非常重要的。这个感受其实并不一定是你对于一个人的感觉，你对于一个爱情的感觉，而是你对于这个人生全部的事项，你对于美满，你对于爱情的定义有可能都将发生啊天翻地覆的更高的一个认知上的变化。所以女祭司，我认为第3组朋友，你们懂什么是真爱，你们有可能有的时候在抗拒真爱的到来，但是无疑啊，当你们越来越打开自己的时候，首先能够展露出来的是你们独树一帜的美丽的触角啊，你们独树一帜的不同于以往的形象，然后就会吸引到大众的观察和注意。看一下有没有比较这个让我们喜爱的优质的人出现啊。然后有一些朋友，如果你们当下在这个稳定的感情或有一定拉扯的感情状态当中的话，我认为你们会占据高位，就是反客为主。如果以前你们是比较被动的人，你们在感情里边需要多付出啊，多等待对方啊，甚至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在拒绝和被拒绝的过程里边，已经跟对方有一点若即若离了。我认为在明年呢，特别是过了这4个月左右，翻盘的机会就会到来。为什么呢？还是一样，我看到有很多朋友你们在专注自己的感受，这个能量将重新回归到你们的身上，你们将重新在不管是感情还是人生的发展里边看到属于你们啊独一无二的机会，因为你们就是特别的，好吗？看一下在感情上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发展和一些能量给到我们。好，皇后牌的逆位，看一下正义牌的逆位，太阳牌的正位。我们今天飞出来的这张是 Temperance 节制牌的正位，再抽一张啊。哎，你看一下 Seven of Wands 权杖7号的逆位。对呀，我觉得你们在反客为主哎，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是被人追的感觉啊，或者说被人疼啊，然后被人有可能是好奇、打量和关注以及爱慕的状态。然后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其实在放弃和忘却旧有感情的一些不公平。如果以前啊，还有一些朋友你们经历的感情是多角恋情，你好像总是没有办法有一个名字，或一些朋友你们总是在经历一个异地恋情，你总是没有办法有你的空间。我看到这些事情当将全部反过来，当太阳出现正位的时候，当节制出现正位的时候，一切将会顺着你来。所以我们这套牌里面虽然没有看到命运之轮，但是这整个的牌就是一个大的命运之轮，你将发生一个质的转变。然后我觉得这个转变会让你首先更热爱自己，热爱你的生命，也热爱爱情本身这个事情。你是依旧对爱情有向往和期待，但是我觉得你们将不会过度沉迷和专注于爱情，就是跟某一个人的爱情本身，除非是我看到这个人将全力的拿出他的能量。我们 clarify 一下世界的牌的正位，大家可以等待一下。我认为走向你事业这个人啊，就这个比如说是 Mr. or Mrs. Right， 他有可能需要一点时间，但是加之以时间，你们才能够真正的正得跟对方之间这个感情是不是真正可以治愈你，可以给予你希望和你想要的。
有各位朋友，我觉得你们会有一些约会的经历和体验，但是有可能那个体验感并不是最好和最佳的。我看到啊，不管是什么样的体验，都会让你拥有能量，能够让你拥有更多自信，也能够让你去打破旧有的对于自我的认知。这个年份里边也有一些朋友要去警惕一下，如果是异地恋或地下恋情的话，比如说两个人在因为现实条件，因为公司或者因为工作等等没有办法去曝光这个恋情，我觉得大家要去警惕一下。毕竟我们看到了一些卡牌在告诉我们，有可能会有一些多角恋情的这个发生等等。不过这个是少数的，我认为更多朋友你们其实是独具慧眼的人，你们其实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如果一些朋友会问，这个年度我会不会遇见正缘跟我约会的喜爱我的人是正缘吗？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能量我们在未来也可以出一期影片来看一下我们未来的正缘是怎么样的。毕竟我们已经到达了一个新的维度，有很多能量在新的组合不断的重新组合。但是我看到这个年度里边，潜在意义上来讲，稳定的约会对象首先要先出现，你们需要给对方以时间和耐心。所以我看到有很多朋友你们也在选择。有个朋友，如果你们的生命里边当下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 situationship， 比如说我跟对方是一个约会的关系，我和对方是一个身体上链接的关系等等这个第三组里边也有。我觉得这种新型的关系其实在今年里边也是会有的就是2025年新的一个年度当中不过我觉得久长的来看，对方有没有这个能力和能量去帮助我们发展长久的恋情呢？有可能会有新的人出现当下如果在牵涉一些暧昧关系的朋友，应该不是这一位大范围应该不是。如果一些朋友在观察，因为我们看到宝剑王后嘛，特别是这一组神圣阴性能量朋友，其实你们是挑剔，而且你们站在高位可以去选择的，然后你们可以去更多的给自己内在相信你们的感觉还有尊重你们的感觉，给你们内在更多的力量感和价值感。你们可以在感情当中拥有非常好的际遇，会有非常疼爱你们和非常支持你们在精神上和能量上鼓励你们的人出现情感不只是一种消耗，也是一种声望，所以这种治愈其实是需要花时间的。我们再看一下最后有什么建议和指引给到我们第三组的朋友。从时间上来讲，我们看到明年的4月，还有一个时间点呢，明年的10月到11月之间我们看到死神牌和金币皇后。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在彻底的蜕变这个蜕变有可能在明年的还是天蝎季节10月容易到来，而这个时候呢也容易被比较真诚，而且有可能是有经验或者是感情上有能量的人告白。这边我看到也是一个强强联合不过更多朋友我觉得感情需要稍微等待一下。有些朋友在分分合合拉拉扯扯当中呢，也会在这个秋天迎来机会，真正的去明确你们在感情关系当中要怎样去发展。金币2号，有些朋友在明年会有选择的，就是你们桃花要么不来，要么就是来蛮多的，2个3个等等，你们要去进行一些甄选。但是这个甄选首先要听你们内心的声音，再者就是你们需要观察一下对方是否能够给你安全感，因为这个对我们第三组朋友太重要了。能够给予你们安全感和长久持续发展的他有这样的一个资质和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有可能会帮助我们第三组的朋友在未来这个感情上发展的更踏实。这个要看对方的这个性格和对方的这个能量来甄别一下还有一个明确的信息就是，不管感情就第三组朋友你们是单身然后还是说当下的约会还是有感情纠葛，在明年的10到11月你们的感情会发生一个比较明确的变化，我认为应该是一个新的开始。就如果说是要定下来的话，那样的一个时间点也会比较帮助和滋养到我们去做决定、做判断和做选择。我觉得第三组朋友你们不是被选择，你们是选择方所以你们要更加珍视和肯定自己，以及在内在呢信任你们在感情当中的经历给予你们的高感知度和高判断力。最后看一下建议和指引牌是什么。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9号牌，这边我们是18号和9号 The Destroyed Feminine， 神圣阴性能量啊，在我们第3组当中，神圣阴性能量需要修补一下。这边毕竟我们也看到皇后牌的逆位啊，从海底轮到脐轮到太阳轮，然后最近这个时间点呢，也是我们第3组的朋友啊，重新去在这个3维世界啊，破除一些悬念，破除一些关卡，找回到光的时候。我看到你们有可能在过去的感情经验里边，有些人不得不选择单飞，有些朋友要不然就是会对于感情有一点失望和你们会有一种消极和悲剧色彩，这个跟过去经验有关啊，或过去式有关的。所以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首先要感受到大地之母以及你们的有可能是指导灵给予你们很多的关爱，并且去集合的吸收它。一些朋友其实这个牌也代表了你们需要给自己一点时间缓一缓。如果刚刚失恋的朋友啊，也可以再度约会，也可以再次去了解一些新的人，但是你们需要理解到当下你们的所需会映射出对方身上的各种各样的特质，甚至是吸引对方，吸引一个有如何特质人来到我们的生命。如果当下我们的状态没有达到一个特别的全盛，特别的完整，那也容易吸引到同样的模式发生在我们的世界里边。所以这边代表的是一个修复和修护。然后这个9号牌其实是一种神圣智慧，所以你们的指导灵会帮助你们的第2张和第3张牌有没有很相似啊？我们看到一个镜面的关系啊，有些朋友你们在这一年度容易遇见你们的镜子，灵魂的镜子第1张我们看到是 reconciliation， 没看错的话应该是复合吧。我们看一下为什么这个牌会出现啊？冥王星的天蝎武功，有人在深爱着你，你的爱情。我觉得很多第3牌的朋友，其实你们的生命剧本里边是有非常深、非常隽永和缱绻的一段爱情的。所以如果当下还有一些分分合合、情感纠葛啊，宝剑王后和宝剑骑士在这一边就是说一个追一个逃追逃关系的话，我看到在新的年度有可能会反过来。总之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的感情剧本在重写，有2个时间点，一个是4月，一个是11月，大家可以在这个时间点进行选择。当然这个选择并不一定是分还是合，有可能是要不要重新整理一下自己，去破除3维世界给我们的一些障碍。第2点我们看到是 Fourth Quarter Moon in Gemini， 双子的1/4月，双子的新月Speak your word into being， Speak your word into being， 这跟我们的世界牌是一样的信息世界牌把我们内在的世界讲出来，把它显化成真这个和我们的主牌也很相似允许我们的感受浮现以及被接受。所以首先第一步是浮现和被接受然后第2步是接受了好的坏的并疗愈我们自己第3步呢，我们就开始去把我们内在的世界显化成真了。所以这边这个 speak 也跟我们的双子做相对应双子其实是一个沟通交流然后进行连结，然后进行3维世界当中信息的掌控和集结的星座。我们看到有很多小蝴蝶在我们的喉轮当中飞翔所以一些朋友你们的言语会有显化力，你们有一个灵言的可以说是神奇能力你们讲的容易成真。所以呢这个时间点也代表了我们的双子月好吗？我们的这个基本上6月中旬左右然后你们有可能在那个时候会开始这个真正程度和意义上的显化，这个速度会来得比较快，规模也比较大，时间也比较久，有可能会产生在这个水平的时代未来的20年。所以大家想要显化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你想要显化一个什么样的恋人，我看到这个人虽然有点慢，但是他会以你想要的速度发生在你的世界当中。当然这个你想要的并不是表意识上我们只是小我想要的，也有你的高我和你的本我的参与。所以我们要关注我们潜意识对待情感，对待我们个人接纳程度，对待我们疗愈程度的这个理解和这个深入的指数。这个世界敞开来给我们第3组的朋友所以你们可以去一定是将你们的神圣伴侣将你们灵魂的另一半显化和演映到你们的世界。如果有些朋友你们有非常舍不得的人，我认为你们在未来还是有非常强烈的机会去进行这个关系的搭建和连接的。也有些朋友你们需要去关注你们说的话，你们说的话容易成真，所以你们的意念起心动念的时候
一定是正向的善的念头，对于自我，对于周边的环境，对于任何一个人，善念会帮助你们呢将这个世界更美好的事情聚集和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一啊，成为你们本身。这边呢提醒一下一些朋友，如果你们在经历 Twin Flame 的关系，双生火焰的关系的话，这个牌代表了你的疗愈也是对方的疗愈，你和对方是镜面的关系，所以你们可以首先在如果是分离期的话专注自我，你们可以完成你们的重聚啊，或者是灵魂意义上的合一啊。在这边呢祝福大家更快的更早的得到我们灵魂课程的美好的答案。非常感恩跟大家今日的共同学习，我们的卡牌看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